听说了吗？谢国公府府家的大小姐招赘婿了，真的假的？国公府唯一的嫡女。嗨，这你就不知道了，说是个落魄白丁。不对，是落魄秀才多才吧？咱们连谢国没考虑啊，连秀秀都中不了赘婿，这图啥呀？谁知道呢？就指不定人家有什么过人之处呢。等等，这就拜完堂了，我真成亲了。哎呦，姑爷大喜的日子，您跟小姐那是天作之合，百年好合啊！哎，娘子，你去哪儿啊？小姐跟姐许是拜堂累着了，回房歇息了。新婚夜可不能让新娘一个人待着。对，流程我熟。娘子，等等我。哎，娘子，开门啊！哪有新婚夜把新郎关门外的道理？这要是传出去，人家该说我这个赘婿当的太没排面了。我希望你有自己的身份，你我之间不过是权宜之计，绝无可能。等此事了结，我自会与你和离。合着结了婚不给碰，那我这婚不是结了个寂寞？姑爷，我劝您别乱来，我家小姐可是大宗师6层的修为。大宗师6层，什么意思？很厉害？那当然，我家小姐一拳能打10个轩儿。然后呢？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然后轩儿一拳就入5到10个贵宾，是这样的，一拳一个，大家喘气来。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懂不懂？姑爷刚才不还要踹门吗？我那是跟我娘子闹着玩。说真的，我跟你家小姐都拜堂成亲了，总不能连她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那这赘婿我不当了，谁爱当谁当。进了我谢国公府的门，这里由不得你。你很好，这次我就让你任性一次，下不为例。轩儿，让他进来。是小姐。娘子，你看这红烛烧得正亮，良辰美景，咱们就算不洞房，坐下来聊聊天，培养感情总行吧？毕竟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总不能一直跟仇人似的。这种话我不想重复第2遍。由我开。行，那我直说了，那我出去找别的女人，你不反对吧？随便你，就算把整个青楼的姑娘都带回府，我都不会眨一下眼。可以啊，思想这么开明，我还以为你们世家小姐都要守着3从4德，1哭2闹3上吊呢。你不是要掀盖头吗？赶紧掀完了滚出去。急什么？良辰美景总得慢慢品。夏荷县倒是挺好看，就是脾气太冲，可惜了。算了，没意思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觉得强扭的瓜不甜。既然娘子这么不待见我，我也不凑这个热闹，省得碍你的眼。喂，小丫鬟，今晚我住哪儿？带我过去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回小姐，姑爷就撂了3个字，说没意思。没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小姐，依奴婢看，姑爷8成是为了昨儿您拦着他出府的事儿生气了。他生气与我何关？一个入赘的姑爷，难不成还要我8抬大轿哄着他？先给我削减他的月钱。他不是天天跟府里小厮打听外头的风月场，想找别的女人吗？没钱，我看他怎么找。那小姐，咱们给姑爷削减到多少合适啊？饿不死就行，多1个子儿都别给。好嘞，小姐，奴婢这就去账房交代。老丈，领一下我这个月的月钱。姑爷，您这个月的月钱2000银子，点点吧。啊，2000银子？老丈，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我可打听清楚了，咱们府里扫院子的粗使丫鬟，一个月月钱都有1两银子，我一个姑爷就2000。姑爷，没错，就2000，这是咱们大小姐今早亲自来交代的，小的只是按吩咐办事。不是，我就问问，这2000银子够干啥的？姑爷，您可别小瞧这2000银子，拿去咱们府里大厨房白面馒头管够，妥妥的馒头自由。要是省着点，就这免费的咸菜汤，能稳稳吃满1个月。听你这意思，我在府里吃饭还要另外交钱？姑爷您真聪明，一猜就中。府里主子们的膳食有份例，您的份例大小姐特意划掉了，想吃就得自个儿掏腰包。这也太欺负人了！这谢家大小姐是真不拿我当人啊！哎，你收回去干嘛？我没说我不要。2000银子怎么了？蚊子小也是肉，不要白不要。小姐，都按您的吩咐办了。姑爷在账房差点没跳起来，跟账房先生掰扯了半天，最后攥着那2连银子，骂骂咧咧出府了，嘴里还念叨着什么黑心资本家，奴婢也听不懂是啥意思，反正脸都气红了。活该，让他天天想着往外跑。你派个人盯紧他，别让他在外面那些不三不四的地方鬼混，败坏了我的名声。放心吧，小姐，奴婢已经安排人跟着了，他去哪儿都随时回来报信。
就是你了。今天就让本公子见识见识，这古代的勾栏文化到底是什么名堂。哎，说你呢？大冷天还扇扇子的那个，站住！二位大哥，叫我？废话，就叫你。入场费100两银子，交了再进。啥？入场费100两？你们这是抢钱啊！我听说当朝一品大员1年俸禄才几百两，你这进个门就要100两？少废话！我们百花楼里来的全是达官显贵、世家公子，没钱就别想混进去。二位大哥，咱们商量一下，不收钱行不行？我会作诗啊，唐宋八大家的诗我倒背如流。你们花魁一落姑娘不就喜欢有才的公子吗？我现场给她做10手8手。一边去！前儿个新科状元郎来这儿作诗都被我们拦在外头了。我们这儿认银子不认诗，赶紧走，别挡着门口做生意。这不对吧？网上那些短剧都骗我，不是说穿越者做首诗就能横扫勾栏院吗？桃红姐姐，这位公子，我们家小姐可不喜欢那些酸溜溜的诗词。你们家小姐是哪位？连这都不知道？这位桃红姐姐可是我们百花楼头牌花魁一落姑娘的贴身大丫鬟。哦，失敬失敬，原来是桃红小姐姐。敢问小姐姐，要怎么样才能见到你们家一落姑娘？我家小姐不爱诗词歌赋，唯独痴迷武道功法。除非你手里有上品的武道功法，不然怕是没机会见到她。武道功法？桃红姐姐，您也太抬举她了。就她一个文弱梳子，手无缚鸡之力的，怎么可能懂什么武道功法？怕是连马步都扎不稳。等等，小姐姐你先别走。公子还有事？谁说书生就不会武道功法了？哦，公子还真会。那是当然。你听好了，我现在就传你一部上乘武道功法。那公子不妨说说。我要传你的这本功法，名叫百花诀。你说什么？百花诀？是啊，百花诀。你这么震惊干什么？你怎么会知道百花诀？你管我怎么知道的？你就说你想不想学完整版吧。就不劳公子传授了。百花诀5层心法，我已经修习了10几年，早已烂熟于心，倒背如流。哦，是吗？你也会百花诀？可我知道的百花诀可是有6层。什么？百花诀根本没有第6层？不信是吧？那我跟你说说这第6层的开篇心法：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等等，别念了。公子你继续讲，小声一点，千万别让旁人听见。把百花诀前5层的补全心法和第6层的内容一句一句讲了出来。然后呢？第6层后面的心法呢？你快接着讲啊！没有见到一落姑娘之前，我是一句话也不会再多说的。这位公子，快，楼上雅间请。公子慢点走，小心台阶。宁公子，您太厉害了！我家小姐真的连破3层。小声点，别惊着你们家小姐。宁公子大恩，一落没齿难忘。若非公子点破功法缺陷，赠予完善后的百花诀，我此生怕是都困在大宗师6层，难有寸进。好说好说。宁公子新婚燕尔，不在家中陪伴娘子，怎么有兴趣到我百花楼来？这不是听说一落姑娘芳名远扬，特意慕名而来吗？是吗？我可听说谢家大小姐心高气傲，看不起公子，不肯与公子圆房。这传闻是真是假？一落姑娘哪里得到的消息？我府里的丫鬟嘴这么碎，回头就扣光他们月钱。宁公子莫怪，这是我百花楼的专属渠道。放心，京都中其他人并不知晓此事。我可以明确告诉你，此事子虚乌有。好吧，此事属实，我求求姑娘千万不要往外说，我好歹也是个男人，要面子的。宁公子还真是风趣。是谢家大小姐不识货，根本看不出宁公子的通天本事。哎，不提他，喝酒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天塌了还是地陷了？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？姑爷他去百花楼了。去就去呗，就凭他身上那点月钱，连2钱银子都不到，怕是连百花楼的大门都进不去，顶多在门口看2眼热闹。不是的，小姐，姑爷不仅进去了，还被那个花魁一落亲自迎上楼，请到他的闺房里去了。现在整个百花楼都传遍了。什么？那贱人敢？
一洛是什么人？皇城双持双击，大宗师修为眼高于顶，多少世家公子王后互相求见一面都被他拒之门外，会主动请宁远。他宁远有什么值得他看重的？还是说他就是故意的？知道宁远是我的夫君，特意把人请过去，就是为了打我的脸，气我。宁公子，您慢点，当心摔着。好嘞，好嘞，小桃红放心，我酒量好得很，没醉。小桃红，今天谢谢你啊，还特意送我回来。公子说的哪里话？该是奴家谢谢公子才对。您给改的公公也连破了2层修为，这份大恩奴家一辈子都记着。嗨，小这桩。对了，刚才喝酒忘了问，你平时没事的时候都喜欢干点什么？奴家还有点喜欢睡懒觉。咱俩这爱好简直一模一样，有空咱们一起睡觉啊！哟，还知道回来啊？我还以为百花楼的温柔乡那么舒服，一洛姑娘舍不得放你回来呢。看来她伺候男人的手段也不怎么样嘛。谢谢您误会了，我家小姐不是那样的人。闭嘴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也敢在我谢国公府面前插嘴？你干什么？凶人家一个小姑娘干什么？她招你惹你了？哟，这才刚认识1天就知道护上了，护着一个百花楼的小丫鬟，看来是爱屋及乌，心疼你那一洛姑娘了。小桃红，你先坐车回去吧。对了，记得帮我问问你家小姐喜不喜欢睡觉。轩儿，过来扶姑爷一把。小姐，看我干什么？让你去你就去，不去就不去，磨磨蹭蹭的，你爱去不去？哦，那我不去了。你看他那副样子，自己能走吗？他要是摔死在府门口，明天全京都都要传我谢运克夫，平白坏了我的名声，我拿你是问？那我还是去吧。姑爷，您当心点儿，脚下有门槛。还是我们轩儿贴心，比你家那个冰块脸小姐好多了。姑爷，你这喝的什么酒啊？闻着香香甜甜的，一点都不冲，还带着花香呢。这个呀叫百花蜜，一洛姑娘他们百花楼的宝贝，说是珍藏了好多年的。什么？百花蜜？那可是百花楼的镇楼佳酿啊！听说千金难买一坛，不仅好喝，还能辅助修炼，好多王公贵族挤破头都喝不到一口呢。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，连累出来给他？疯了不成？嗨，千金难买又怎么样？你姑爷我去了，一洛姑娘直接搬了一整坛出来，让我随便喝，管够。轩儿长这么大，还没见过百花楼是什么样子呢。没问题，包在姑爷身上。下次去我肯定带上你，让你也尝尝那百花蜜。姑爷你最好了，轩儿就知道姑爷最疼人了。终于找到借口，趁着醉意上心头，表达我所有感受。姑爷，你唱的什么呀？好好听，好好听，调子也好好听。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月色太美，你姑爷你也太有才了吧，怎么什么都会啊？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。天哪，姑爷，这诗也写得太好了，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也太有感觉了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跟一洛待了一晚上就学会这些风花雪月了。以前连首完整的诗都背不出来，现在倒好，张口就是情情爱爱。轩儿，嘘，小姐你别吵，姑爷正唱到好听的地方呢。小姐，对不起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明天一早你就去给我查清楚，一洛那贱人到底为什么会邀请宁远进百花楼，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好，事无巨细，全都要查清楚。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，礼物不需挑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小姐，你怎么把姑爷打晕了？你家姑爷醉得不省人事，唱了一路，吵得全府都不得安宁，让他睡一觉就好了。快扶他回偏院休息去。明明就是吃醋了，还嘴硬。轩儿，我刚才怎么睡着了？我记得我明明是坐着歇口气，怎么就躺床上去了？也许是姑爷昨晚在百花楼累着了，困劲儿上来就不知不觉睡着了呗。也是，都后半夜了，确实该困了。别扑了，别扑了，我随便滚2下就能睡。你也赶紧回房歇着去。小姑娘家熬多了夜，该长黑眼圈了。姑爷，你能不能跟轩儿说说，那一落花魁好端端的，为什么单独请你进他房间啊？那还用问？肯定是因为你姑爷我长得帅，风姿谢卓，
把人家花魁姑娘迷住了呗。可拉倒吧，别逗轩儿笑了。就您昨晚喝的东倒西歪，被人扶着回府的样子，人家花魁能图您帅，图您酒醒了会赖床啊？你管这叫什么话？我的意思是，有没有可能人家请你进去还有别的原因啊？比如找你帮什么忙？绝对不可能。为什么呀？姑爷怎么这么笃定？这不是明摆着吗？你姑爷我除了这张帅的惊天动地的脸，一无所有啊！人家不图我脸，还能图我啥？图我1个月2000银子的月钱。咋了？不回房睡觉摸我脸做什么？轩儿在想，姑爷你这脸皮咋个能那个厚哦？好啊，敢打去你家姑爷是吧？罚你2两银子，明早我醒了就来看到，自觉点交过来，不许赖账。不要，就不！姑爷想讹我银子，门儿都没有。姓伊的，给我滚出来！哟，这不是谢大小姐吗？都嫁为人妻了，脾气还这么火爆，难怪宁公子不想回你那国公府。我要是娶到你这样3句话就炸没的妻子，怕是也不敢回家吧？就是你说你有点难追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好，姓伊的，我还真是西姑你的下线了，连勾搭有妇之夫的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你这百花楼花魁的名声，怕是不想要了。我没有勾引宁远，你别血口喷人，贱人，休要狡辩，分个高下，总咽不下这。没兴趣跟你打，现在自己退回去。看在宁远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也不找你的麻烦。哟，不说这个还好，一说这个我更来气，还看在宁远的面子上。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？轮得到你看他的面子？本来天天会勾引这男人，还会什么下三滥的手段，都给我使出来！我看你更气，敢勾搭上我的。本来讨人忌嫌，既然你非要上赶着找抽，那本姑娘就成全你。怎么会这么快？你突破了大宗师9层，你怎么会突破的这么快？前阵子你明明跟我一样，都是大宗师6层。如你所见，这还得多亏了宁公子。要不是宁公子的指点，妾身想突破到如今的境界，恐怕还得再熬3年呢。什么？宁远他竟然真的是他帮的你！姑爷，你醒啦，快，我打了热水，我来帮你洗漱。哟，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？不用去侍候你家小姐吗？小心她扣你月钱。是小姐特意让我过来的，让我好伺候姑爷洗漱。哦，她是良心发现，打算让你以后专门给我当丫鬟。姑爷，你想多了，就今天1天而已。哦，也是，我就是一个小小的赘婿而已，怎么敢设想有专门的丫鬟伺候？姑爷，你有点茶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怎么知道茶这个词的？你偷偷看我藏来的画本啊？我是说，今天厨房做了新的点心，还有刚沏好的茶，是我特意去厨房给你拿的。我还以为你这小丫头偷偷学了什么新词来怼我。哎，轩儿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走路都带风，捡到银子了，正好，昨天罚你的2两银子，赶紧交一下。才不要，姑爷就知道讹我银子。那你这么高兴干什么？中了头彩了？姑爷，你不知道吗？府里特意京城最好的裁缝，每个人都能做新衣服呢。不光有常穿的裙子，还有冬天的大氅、春天的衬裙，里外都有。12套，不愧是谢国公府，果然家大业大。要量尺寸是吧？那我什么时候过去量？总不能让人家裁缝等我。怎么了？跟被霜打的青子的茄子似的。紫薇哥，小姐说后天天意你在百花楼有那么多贴心人，想来是不缺衣服穿的，就不用浪费府里的布料了。小姐，我都打听到了。姑爷昨天晚上进了一若花魁的房间，待了不到半个时辰，百花楼里就传出了突破的动静，动静还不小，半个南街都能感觉到。虽然百花楼的人特意封了消息，不让往外说，但我还是从相熟的小姐妹那里打听到了。现在整个百花楼都在传，说多亏了宁姑爷的指点，他们才能这么顺利突破。昨天晚上楼里还摆了庆功酒呢。什么？竟然还有这种事情！你去把宁远给我叫过来，我要当面问他。算了，我亲自去找他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。哎呦，稀客啊！娘子今天怎么有空屈尊降贵来看我这个小小的赘婿了？我来找你问点事情。有事情找我，都不愿叫我一声夫君。宁远，我劝你搞清楚你自己的身份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有事赶紧说，我等会儿要去厨房吃饭，去晚了连凉馒头都没我的份儿。一洛那贱人已经突破到大宗师9层了，这件事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但他不是贱人。是你帮他的忙？你猜对了，确实有我提供的一点点助力，不多，也就随手指点了2句而已。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问完了没有？问完了就走吧，我这小破院子可留不住你这位大小姐，更没准备你的饭。姑爷，你不要这样跟小姐说话，小姐再怎么说也是你的妻子啊。那我要怎么说话？跪着跟她说话？小姐是你的妻子，你本来就对小姐客气一点。妻子？有新婚夜就把自己丈夫赶到偏院不让同房的妻子吗？有成聘1个月从来没跟自己丈夫同桌吃过1顿饭的妻子吗？够了，你给我搞清楚，现在只是我们谢家的赘婿，没资格对我大呼小叫的。赘婿难道就没有人权了吗？你们府里吃饭从来没人叫我，这次过年做新衣，直接把我排除在外，1个月就给我2000银子的月钱，连府里看门的大爷都比我多。你说那假的？全京城哪家的赘婿当得像我这么憋屈？我不管，这日子我过够了。
我要和离。姑爷，你可想清楚啊！和离之后，你住哪里？你吃什么喝什么？姑爷，虽然咱们小姐没跟你圆房，也没跟你同桌吃过饭，没给你做新衣服，1个月还只给你2000银子，总的来说，咱们小姐对你还是很不错的啊。你听听你说的，这是人话。不会说话可以不说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你和离之后，但有一点他说的没错。据我调查，你在京城无亲无故，根本没有去。对啊。姑爷，你要是离开谢家，除了住在百花楼，你还能住哪里？你要是住在百花楼，每天就只能喝喝茶，听听小曲儿，看看那群莺莺燕燕跳跳舞，想吃什么点心都有人给你送，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，没人拟人给你气受。姑爷，你怎么眼神越来越亮了？你给我闭嘴！再说话就回房去。我住哪里就不劳你这位大小姐操心了。10万两的银票，见过没有？哇，10万两！姑爷，你这银票哪里来的？会是捡的吧？什么捡的？这是一洛姑娘诚心诚意送给我的谢礼。等我跟你家小姐和离之后，我就用这10万两，在京城最繁华的地段买一处带花园的大宅子，再找几个像轩儿你这样温柔的小丫鬟，每天吃香的喝辣的，这小日子不得美得冒泡？姑爷，你还能找到像轩儿这么可爱、这么能干的丫鬟吗？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想找个像你这么蠢萌还会帮着我怼自家小姐的丫鬟，你还真挺难的。要不这样，等我和离了，你跟着姑爷我混怎么样？不行的，小姐对轩儿这么好，我不能背叛小姐。哎，谢月，别走啊，赶紧回去准备和离书，国公府的东西我1分不要。对了，那2000银子我也双倍还你。对了，顺便把我这几个月的加班费、精神损失费结一下，我就不跟你多要了，给个100两意思意思就行。他开始收拾行李了吗？小姐，您这都问第8遍了，谁啊？您说姑爷呀，他能有什么行李？这几天除了追着您提和离，房门都没怎么出，连件新衣裳都没添过。娘子，今天天气不错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长，最适合办正事。要和离吗？宁远，你再从树丛里跳出来吓我，我就把你挂在这棵槐树上，吹一下午冷风。挂树可以，先把和离书添了呗。签完我任你挂。娘子看书要劳逸结合，久坐伤腰，不如我们去把和离办了，就当出门散心放松吧。这书房的书架下个月就得被你拆了。拆书架是小，和离是大啊，娘子，这事儿不解决，我吃饭都不香。姑爷，这真的不能进去，里面是小姐沐浴的地方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您再闯，我就真把您扔出去了。亲我们和离吧，真的不配拥有你，签了字我立马消失，绝不看你。小姐，我们又绕路了，再绕就到柴房了，您的书房在另一边呢。闭嘴，总比被他追着提一下半天和离强。小姐，您天天躲着姑爷，是不是舍不得跟他和离啊？我不是舍不得跟他和离，只是如今刚刚大婚就闹和离，满京都的眼睛都看着，谢国公府的脸面往哪儿放？就算要和离，起码也要再过些时候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我还以为小姐是姑爷天天追着您，挺有意思的呢。再多说一句，这个月的月钱全扣了。轩儿，我觉得我们不能再这么堕落下去了。姑爷，你想干嘛？刚刚楼里的姐姐们陪你喝酒划拳，你不是挺开心的吗？我决定了，我要练武。姑爷，你为什么突然想练武啊？刚刚玩的不开心吗？没有不开心，只是我突然开悟了。这百花楼里面的佳人，就算看100遍，她也不是我的。如果一招武功我练100遍，那她就是我的。练得多了，我就能变成武道高手。不一定哦，姑爷。轩儿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打击起姑爷我的信心了？别人不相信我就算了，你可是我的头号心腹。如果是别人说这话，那是没问题的。但如果是姑爷你……姑爷我怎么了？我可是天选之子。轩儿早就帮姑爷查看过武道资质了。姑爷你没有武道天赋，经脉堵得比京都大街的石板路还严实，就算再怎么努力，也无法成为武者。姑爷，你跑什么呀？等等我啊！娘子，江湖救急，你是大宗师，全京都最顶尖的高手，你快帮我看看，我还有机会练武吗？宁远，你天生就是读书的料。姑爷，有救了！轩儿找到可以让你练武的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快说，靠谱吗？书上说了，只要由宗师境以上的强者用武道真气日夜涤护身体，就能强行改善武道资质，从而开启武道天赋。就是需要的时间久一点，5年、10年都说不准。先不说哪里找宗师境以上的强者，就算能找到，人家凭什么耗费10年功力帮我？我跟人家非亲非故的。姑爷，轩儿就是宗师啊！以后轩儿每天都帮姑爷涤道经脉，一定帮姑爷开启武道天赋。轩儿，我宣布，以后我跟你天下第一好，谢逊都得排第2。好啊，姑爷你坐好，
咱们这就开始。姑爷，萱儿不行了，真气快耗光了，让萱儿歇一会儿吧。你看看你，刚才还信誓旦旦说要帮我，结果半小时就不行了，说出去谁信你是宗师啊？姑爷的经脉太难通了，我已经用尽全力了嘛。姑爷，你帮我擦擦汗呗，我手都抬不起来了。身上有没有汗？背上有一点。自己擦一擦。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可是要和离的人，得注意分寸。醒醒，小懒猫，回你自己屋睡去。姑爷，怎么了？很晚了，该睡觉了。回你屋睡，别在我这儿赖着。看路，别磕着桌角了，到时候又哭鼻子。真是个麻烦精，为了个练武，折腾的满城风雨。也就这点能耐，还天天想着和离。3000两，你们大小姐真的没有忽悠我吗？就这么一件大刀，真的值3000两？抢钱啊！姑爷，萱儿真的没有忽悠你，这是大小姐特意让云锦峰赶制的，用的是极北之地的雪蚕线，风雪再大都透不进去，就算掉进冰菇里都冻不透。京都的王爷们想订都订不到呢。我的10万两银票刚捂热乎就没了3000两，心疼死我了。还剩97000两，萱儿加油，一定要帮姑爷守住钱袋子。你说什么？风太大了没听见。没什么，姑爷，你穿这件衣服真帅，全京都就属你最俊。是吗？我也觉得挺合身的。这位大人，您说吧，要杀谁？让大官贵人下到地痞流氓，我们兄妹俩就算豁出命，也给您办得妥妥当当。什么跟什么杀谁了？我就是看你们快冻僵了，给点钱买件厚衣服，买点吃的，好好过冬。无功不受禄，大人您不给个目标，这钱我们不能要，5两银子够杀一个普通商户了。要是您想杀当官的，得加钱，但是我们也能。我谁也不杀，你们要是实在过意不去，就拿着钱，以后别在这雪地里冻着。再提杀人，我就把银子收回来了。谢大人，大人您是活菩萨，以后您但凡有吩咐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们绝不含糊。宁远呢？他最近在忙什么？有一段时间没过来烦我了。姑爷最近招收了一批乞丐，好几百人呢，天天围着他转。什么？他招收几百个乞丐干什么？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那群乞丐整天都嚷着要为姑爷杀人卖命。金兆府已经派人查了好几次了，没把他抓起来。就是那群流民太感激了，天天围着姑爷喊誓死效忠姑爷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好好的国公府姑爷不当，跑去开善堂。姑爷说要提前找好住处，免得被小姐您赶出去的时候没地方去。哼，他倒还有先见之明。停！各位大哥大姐、弟弟妹妹们，冷静一下！我开的是擅长，真的不需要大家杀人，也不赴汤蹈火。大人，您给我们吃的，给我们穿的，救了我们一家子的命。您要是有仇人，我们立马就去把他腿打断，绝不含糊。我没仇人，我真的没仇人。你们要是实在闲得慌，就去把街上的积雪扫干净，或者帮着隔壁的老阿婆挑挑水、劈劈柴。谁再提杀人打人，下个月的粮食就减饭。得，又1万两没了，赚钱大计迫在眉睫啊！宁公子又来给我百花楼输送人才了。这才几天没见，都成京都有名的大善人了。你不是前几天跟我抱怨说年底客人多，后厨忙不过来吗？给你找2个手脚麻利的帮工分担一下，不用谢我。陶红，安排一下。是，你们2个跟我来，我带你们去后厨看看。宁公子，楼上请，我给你备了上好的青梅酒。宁公子，怎么突然想起来给我送人了？我还以为你忙着开善堂，早就把我这小地方忘了。别提了，善堂就是个吞金兽，再不想办法赚钱，我就得跟着流民一起喝西北风了。宁公子还会缺钱？谢国公府的家底够你花几辈子了，找谢大小姐要一点不就有了？别提我那媳妇儿了，她的不是我的，我跟她迟早要和离，总不能花人家的钱，到时候和离都抬不起头。宁公子，最近我百花楼寻到一样至宝，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？什么会至宝？要说来听听，我都感兴趣。我观宁公子武道天赋异途，极其废物。我是被凡尘俗世耽误的武道奇才，只是还没找到开窍的法子。宁远是这样的，我百花阁最近找到一样天才地宝——千年雪莲。此物能强行洗髓伐脉，让人开启武道天赋，并且在今后的修炼中一日千里，是无数人抢破头的宝贝。拿来，这宝贝我要！300万两白银。你把我卖了都不值300万两，我全身上下加起来也就10万两不到，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当然知道你的家底，只是这机会难得。本来阁中的意思是将这株千年雪莲直接出售给皇室，是我硬留了下来。只要宁王你在3个月底能凑到300万两白银，我可以做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不得不考虑，这是不会是我此生唯一一次能用武道天赋的机会。不能说唯一，但这样的机会确实可遇不可求。这里面是什么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啊！一落老板，宁郎，这妾身攒了这么多年的全部身家，大概120万两白银，都给你。你疯了？120万两？不行，这钱我不能要，就当我借你的。3个月后你凑够了钱还我就行，1分钱利息都不要你的。银子算我借你的，3个月后连本带利还你，1分都不会少你的。
不还也没关系的。又说那话，我宁如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借钱必还。宁远，怎么了？耳朵凑过来，告诉你个秘密，别人都不知道的。什么秘密？快说。其实我很好追的。啊，你说啥？我说我很好追的，我怕你这个木头不知道。我先走了，3个月后我一定如数奉还。雪莲必须给我留着。姑爷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回府吗？回府，找个空院子，我们搞个大生意。什么生意啊，姑爷？能赚很多钱吗？那是自然，手搓航母是有点难度，但是弄点烈酒、白盐，搞点垄断生意，300万两，小意思。轩儿，你家小姐的休书到底什么时候能下来？要不你现在就去催催，我给你折10个新的纸飞机。我不敢，上次提了一句，小姐揪了我耳朵半炷香。姑爷，你就这么想被休啊？府里好吃好喝供着你，还有我给你端茶倒水，多好。什么瓜不甜，2个没感情的人绑在一起，你难受我也难受。姑爷，我偷偷跟你讲件事儿，你可别告诉小姐是我说的。什么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，还能是你家小姐偷偷藏私房钱了？才不是说北方发大水，好多流民都涌到京城来了。是吗？我昨天还去街上逛了，一个流民都没看见。那是因为小姐连夜下的令，把所有流民都收进谢家军了，用咱们府里的军饷养着呢。她什么时候这么菩萨心肠了？转性了？小姐本来就心善，姑爷你不也给平阳街口的乞丐送馒头吗？这就叫夫唱妇随。一边去，谁跟他夫唱妇随？姑爷，我要听你讲功法，就讲1刻钟，讲完我给你捶北。不好，我要睡觉。行吧，就给你讲15分钟，多1秒都不讲。听好了啊！好，姑爷是1刻钟哦，不能少1秒。1刻钟就是15分钟，笨死！是吗？我一直以为1刻钟是半个时辰呢。你还要不要听？不听我睡了。听，我不说话了。小姐，你来啦！哇，你也突破了，大宗师7层。我不是故意偷听的，只是路过。无所谓，放1只羊是放，放2只也是放。你才是羊。谢韵，你可得加把劲儿啊！再不努力，轩儿的修为都要超过你了。到时候满京城都知道谢家大小姐打不过自己的丫鬟，多丢人！是啊，小姐，我昨天刚突破宗师8层，再过几天就9层了。闭嘴！说吧，今天来我这破院子有何贵干？总不会真是路过吧？你不妨猜一猜。难道你终于把休书写好了？休书，你脑子里就只有休书是吧？休书的事以后再议。这次来是告诉你，我要陪女帝南巡3个月，你自己在家安分点。这样啊？怎么，舍不得我走？我是舍不得我的休书，你走了谁给我写？北方灾情严重，国库空虚，女帝这次去江南，主要是收拢南方的财政。轩儿，我走之后，你给我看好你姑爷，不准他去百花楼，不准他夜不归宿。啊，让我看啊？不是你还有谁？我管不了姑爷的，上次他去百花楼，我拦都拦不住。你这蠢东西！你是宗师，他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你怎么管不了他？说的你能管事？你说什么？没有，我说小姐放心，我一定寸步不离跟着姑爷，保证他连百花楼的门都摸不到。没问题，小姐绝对放心，谁敢勾引姑爷，我把他扔出京城。行了，悄悄话讲完了没有？轩儿，咱们继续讲功法。至于你，没事就坐会儿，忙的话就赶紧走，别耽误我上课。不忙，我喝口茶再走。哎，你忙你的，不用管我。我是想说那是我的杯子，我刚喝过。100、200、300万两，宁郎，你真的筹到了，还多了200万两。机操物六，太好了，这样你就可以洗髓伐脉，开启武道修炼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。说实话，我还真有点小期待。这就是我托人从西域买回来的千年雪莲，宁郎快服下吧，我在这里为你护法，保证没人打扰。好。姑爷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慢慢说。女帝在江南遇袭了，小姐为了护驾被刺客砍了好多刀，现在已经送回府里了。太医说小姐活不成了。我操，搞什么搞这么突然？不行，我得回去看看。一洛，今天先这样，我改天再来。哎，宁郎，还有事。千年雪莲有生死人肉白骨的功效，对谢小姐的伤势或许有用。知道了。轩儿，你慢点，我快被风吹成傻子了。不能慢，
小姐都快不行了，再慢就见不到最后一面了。别哭了行不行？你的眼泪都吹我脸上了，我还以为下雨了。我擦，怎么还有鼻涕？哪有？姑爷，女帝也在里面，就在小姐的房间。知道了。你就是谢运的夫君宁远吧？过来看看他最后一眼吧。你在这儿瞎咧咧什么呢？什么最后一眼？我家娘子好得很，你说说你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我特么还等着你回来写休书呢。你看你现在这样，还提得动笔不？宁爱卿，节哀顺变。我没有哀，我只是肉疼。啊？肉疼什么？也算是被你捞着了。老子刚花300万两白银买的千年雪莲，本来打算自己用来修炼的，现在全便宜你这个败家娘们了。话说回来，你这算工伤吧？朝廷给报销不？300万两，1分都不能少。千年雪莲是真正的千雪莲，陛下，谢将军有救了。各位太医，这个雪莲怎么用？直接嚼吗？不，宁公子需要捣成药汁兑温水服下。我们来。夫君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哎，谢云，你干什么？撒手！虽然咱们现在还是夫妻，但马上就要和离了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懂不懂？我不管，我就不撒手。你就是我的夫君，这辈子都是。我不是。你就是。如果你不是我夫君，你为什么要花300万两救我？这个我必须解释一下。我救你主要是怕你死了，别人说我克妻，那我以后还怎么找媳妇儿？多影响我名声。屁！你就是在乎我，你就是喜欢我，承认吧，宁远。我没有。谢云，耍无赖是没用的。我错了，夫君，我以后再也不提和离了。我给你写保证书。认错也没用。有用。撒娇也没用。不嘛。那个宁爱卿，300万两的报销能不能打个折？朕最近手头有点紧。